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成邑县古装办永久争议，是破碎感成就他，还是困住了他？两京15日中，成邑饰演的明宣宗朱瞻基龙袍造型一经曝光，便引发了网友热议。有人赞叹其服装考究、细节精美，但质疑的声音同样响亮。这怎么看起来像李莲花穿上了龙袍？成邑的帝王造型总让人觉得缺了点霸气。4年前，他因琉璃中与司凤一角被观众疯为剧抛脸，认为他能让每个角色都焕发出独特光彩。如今，相似的争议却让古装扮永久的标签悄然浮现。这究竟是演员能力的退步，还是市场与个人特质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现象？成邑这些年确实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装角色，从琉璃到莲花楼，从沉香如屑到如今的两京15日，他在古装领域积累的声量有目共睹。但观众的口味似乎也在发生变化，当破碎感成为他的标志性表演特质，这份特质究竟是他的利器，还是无形中框定了他的戏路？成邑的破碎感表演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在琉璃中，他饰演的与司凤那份实事度一人的孤勇与脆弱坚守，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这种表演不是嘶吼式的宣泄，而是内敛的、层层递进的。与司凤情人咒发作时，心口青筋随呼吸起伏的律动，指尖抠入地缝的痉挛，7层痛感穿透屏幕。这种能让观众感同身受的能力，是演员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到了莲花楼里的李莲花，成邑在破碎感中注入了全新的诠释。如果说与司凤的破碎是美学的、凄艳的，那么李莲花的破碎则是哲学的、日常的。碧茶之毒发作时，你能清晰看到寒意从他指尖开始蔓延，到细微的战栗，再到瞳孔的涣散。没有夸张的嘶吼，只有喉头压抑的闷哼和生理性的泪。这种去表演化的呈现，让痛苦真实可触。更具颠覆性的是，他在破碎中注入了幽默与温情。李莲花会为5钱银子眼珠滴溜转，会对着狐狸精絮絮叨叨，会在破案时露出一点小小的、狡黠的得意。然而，破碎感的适用边界在帝王、霸主类角色面前就显得有些微妙。朱瞻基这样的历史人物，需要的不仅是外柔内刚的复杂性，更需要威严、掌控力、权谋心术这些核心气质。部分观众指出，成邑在演绎朱瞻基时存在出戏感，圆润面部线条削弱了传统认知中帝王的棱角锋芒，严肃表情下仍被调侃萌感有余而霸气不足。这种气质上的错位，恰恰反映了当破碎感惯性表演遇到需要霸气外露或深不可测的角色时，可能会产生的适配性问题。破碎感让成邑精准契合了当下观众对美强惨、有故事感角色的审美需求，从而建立了强大的角色认同与情感共鸣。但这份特质如果过度依赖或未能根据角色内核进行深层调整时，也可能成为突破戏路的无形壁垒。古装剧市场的类型化趋势，可能是造成演员同质化观感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古装剧男主普遍存在美强惨权谋者模板化倾向，从角色设定到视觉呈现都存在高度趋同的现象。男主角通常是高冷孤傲、武功高强、身份尊贵，拥有众多迷妹，却只对女主一往情深；女主角则多是天真善良、单纯可爱，虽出身平凡，却总能凭借自身的光环在困境中逢凶化吉。这种流水线式的人设创造了一个看似安全的市场环境。对于制片方而言，选择已经在这类角色上获得成功的演员，无疑是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成邑过往在古装领域的亮眼表现，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同类项目的首选。从琉璃到莲花楼，
他的市场价值已经得到了验证，这让他成为了资本眼中的安全牌。但演员与市场的这种双向选择，也可能形成一种无形的循环。演员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延续成功路径，似乎是职业发展的理性选择，而制片方为了确保项目成功率，也更倾向于选择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演员和角色类型。这样的循环中，所谓的造型相似只是表象，更深层的是角色内在人格设定、情感模式乃至剧情功能上的高度类型化。2025年暑期档，白敬亭主演的《长风渡》与张凌赫主演的《竹玉》同期热播时，就曾出现观众将两位演员角色混淆的情况。相似的服化道风格、权谋元素，以及两位演员都以古装美男演技派标签出圈。社交媒体对演员的扁平化归类进一步模糊了角色差异，这恰恰反映了古装剧人设的流水线化困境。尽管演员为角色设计了独特的细节，但在速食观剧模式下，此类设计难以被广泛捕捉。程毅并非没有意识到突破的必要性，他在现代剧与正剧领域的尝试，展现了他脱离古装范式、塑造接地气人物的努力。底线中的法官周易安就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尝试。在这部由最高人民法院全程指导的法治题材剧中，程毅饰演的周易安不是悬浮的精英法官，而是会纠结、会共情的金牌调解员，陪当事人哭、为公平争执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演的痕迹。程毅把角色的烟火气演活了。该剧播出后，在双平台分流的情况下，热度峰值依然高达8930，全端累计播放量超过56亿，酷云收视峰值达，直接横扫各大收视榜单，还拿下了国剧盛典年度优秀剧作奖等荣誉。程毅凭此剧展现无题材壁垒抗拒力，证明自己既能演仙侠武侠，也能驾驭主流正剧。然而，这样的成功转型似乎并未完全出圈。底线的影响力与其古装剧的热度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这背后可能有多重原因。现代剧相对写实的语境下，其表演特质如破碎感，是否难以找到如古装剧般极具戏剧张力的释放支点？它在古装领域形成的强大观众基本盘，对接受其现代形象是否存在一定的接受门槛？转型的真正难点在于，这不仅是表演技术的调整，更是从项目资源、市场认可到观众印象的全方位系统博弈。程毅在底线中的表现获得了认可，但这只是漫长转型路上的第一步。要在现代剧领域建立起如古装剧般的稳固地位，还需要更多的作品积累和角色突破。剧抛脸或许需要被重新定义，它不在于形象的千变万化，而在于能否在不同作品中注入独一无二的角色灵魂。从这个角度看，程毅在同类古装角色中展现了细腻的层次区分，琉璃的雨丝凤是凄艳的宿命感，莲花楼的李莲花是哲学化的日常感，沉香如屑的应渊是禁欲冷峻的神性，两京15日的朱瞻基则需要外柔内刚的帝王香。但在跨越更大类型鸿沟时，它确实面临着挑战。古装扮永久争议是市场反馈的重要信号，也是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考题。它反映了观众对优秀演员的更高期待。当你在一个领域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大家自然会期待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面对这样的十字路口，程毅的未来可能有两种路径：一是在擅长的古装领域继续深耕与精进，挑选更具差异性和挑战性的角色，实现同中求异的表演突破；二是更有策略地进行冒险与转型，选择现代或正剧项目，甚至尝试更具颠覆性的边缘角色，以打破固有印象。真正的突破可能在于找到个人特质与全新角色类型之间的创造性结合点，
而非简单抛弃过去。程毅的破碎感表演特质，并非只有古装剧才能承载，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份特质与现代角色的内在逻辑相融合，创造出既有个人风格又符合角色需求的全新表演方式。说到底，演艺圈的生存法则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能在标签与突破之间找到平衡点的演员，往往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得更远。程毅已经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或许是如何让这份实力在不同的舞台上持续发光。你认为程毅的巨抛脸称号还成立吗？他未来是应该继续打磨古装，还是全力转向现代或正剧领域？